前段时间我在刷手机的时候，看到一张让我有点意外的图。今年618在京东自营的销量排行榜上，除了第1名是意料之中的苹果之外，2到10名全都是小米。而小米旗下的红米不但拿下了销售第2，甚至还在前10里面占据了6个名额，精准被刺自家老大哥了，属于是。这我就有点好奇了，同样是国产安卓，主打性价比的手机，也不止红米一家，为什么却是红米能获得这么不错的成绩呢？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性价比的 King 红米。让我们把时间先拉回10年前，那时候的国产手机还处于一个勃勃生机、万物竞发的状态，手机的各个价位都充斥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牌子。尽管那时的小米依靠着1999，已经让国产智能机在2000元左右的这个价位有了不错的表现，只要1999就可以得到和三星旗舰机差不多的体验，甚至在小米 2S 上还用上了和价格是4199的三星 Galaxy S4 一样的处理器骁龙600，怎么想都觉得离谱，好吧？话说，确实是有点怀念2000元就能买到的国产旗舰机的时代。不过，虽然小米在终端价位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，1000元以内的价位依旧是山寨机的天下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到华强北去逛街，满柜台都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带着 RGB 灯布灵布灵的山寨机。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有听说过哪些山寨机？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号称每部手机只赚10块钱的国产 iPhone 迷彩手机。我这里给大家展示一段广告哦，大家感受一下。1比1的外观，1比1的功能，1比1的速度，1比1的品质，价格连1/10的都不要。而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，中国移动的领导找到了雷军，希望他们推出一款3G 手机。而小米在经过调研之后发现，当时绝大部分1000元智能机只能用割韭菜2个字来形容，所以小米就决定推出一个比小米还要小米的100元智能机。于是，在2013年7月31号这天，小米联合 QQ 空间发布了这台受移动委托而出现的初代红米。而也正是因为受移动的委托，所以在初代红米的发布会背景板上，除了有小米和 QQ 空间以外，还有一个中国移动的 logo。首发799的价格，让它只用90秒就卖光了首批10万台机器。比较早关注手机数码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小米的出现给国产手机所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？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拉低了国产中高端手机的平均定价。那时候的小米用1999的价格就能和三星打得有来有回，而初代红米也如同曾经的老大哥小米一样，把低价位智能手机的性价比再一次拉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甚至可以说，山寨机的消失，红米贡献了很大一部分功劳。在初代红米取得成功之后，红米依旧继续坚持着高性价比的定位，在疯狂扩充产品线的同时，还一路把价格下探到499这个让人有点难以置信的价格。但红米在成就性价比的定位时，也带来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。作为小米的一条产品线的红米，让自家的老大哥的旗舰很难走向高端。就像雷军说的那样，性价比是最有力的武器，也是最脆弱的软肋。不仅如此，红米为了避免在性价比上背刺小米，也不得不畏手畏脚的。既然当一家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那解决办法就很简单了，那就是我们不做一家人啦。于是，在2019年年初，小米在北京发布会上，红米作为一个独立品牌被推出。正是在小米和红米分开之后，雷军在小米十发布会上宣布小米正式冲击高端。红米也因为不需要再有过多的顾忌，推出了如今备受好评的 K 系列，开始了自己疯狂背刺小米的道路。像开启红米 K 系列的 K20 Pro， 冲击到哪些友商不好说，但肯定是冲击到了当时的小米9。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还手持着 K20 Pro 的？现在的红米除了成为过去的小米，在2000元的这个价位是性价比的首选之外，也依旧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样子。10年前的初代红米售价799，10年后的红米10A 甚至只要699。要知道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门口小卖部的可乐都已经从3块钱涨到3块5了。说到这里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是红米？在2022年的手机行业，专注性价比的远不止红米一家。无论是 OPPO 的真我，还是 vivo 的 iQOO， 或者是曾经华为的荣耀，都有不少性价比不错的产品。但为什么成功的，或者说是常常被人们提起来的，还是红米呢？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在前面就已经回答过了。10年前的初代红米售价799，10年后的红米10A 甚至只要699。在京东官方旗舰店里，最便宜的真我 V20是999，最便宜的 iQOO U5X 是899，最便宜的荣耀畅玩20是749，而最便宜的红米10A 只要699。甚至如果你打开小米的官网，只要599的红米9A 也依然在售。也许很多人会觉得，只不过是多了50块钱而已，连苹果的一个挂绳都买不到。
但对于这样一台手机来说，这不是多了50%，而是多花了近10%的预算。对于购买这个价位手机的用户来说，很多时候他们更换手机并不是他们想换，而是不得不换。对他们来说，每一块的非必要支出都是不值得的，更不用说是足足10%的预算。当然，除了这么多年依旧够低的价格，红米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先发优势也很关键。相比起iQOO、真我在18、19年才创立，红米整整早诞生了5年的时间。这么长的时间里，早就在消费者的记忆里植入了深刻的影响。要性价比就去看红米，甚至红米这个和小米听上去就是一家人的名字，也让红米占了不少的优势。你看其他家什么iQOO、真我，尤其是iQOO啊，第一次看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要怎么读。iQOO，すごい。不是说这些名字好听不好听的问题，但对一些对数码不怎么了解的人来说，听起来的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这是什么杂牌手机啊？小时候我要去哪里啊？我知道啊，也许有人会说，就算没有小米，没有红米，也会有大米，还有会有黑米之类的厂商来推出同样的性价比产品，所以小米的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我也知道，在国产智能机价格混乱的过去，在国产山寨机充斥市场的曾经，第一个站出来并站到现在的是小米和它的红米。不管红米的出现有没有为手机行业带来什么变化，但至少它为许多收入还不那么多的用户带来了一个更便宜的选择。毕竟我们想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的乐趣，而不是让每一个买得起的人都享受到科技的乐趣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、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